1年前，塔利班组织攻陷了阿富汗全境。那在这个圣战组织统治1年之后，现在的阿富汗还好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塔利班执政1周年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去年8月，塔利班攻陷阿富汗的新闻震撼了国际，试图逃往海外的阿富汗人挤爆了机场的画面，在媒体上面强力播送。今年的8月15日，塔利班统治阿富汗满1周年了，而这个新政权至今没有获得任何国家的认可。但塔利班士兵们呢，还是聚集在已经停用的美国大使馆前，庆祝阿富汗摆脱境外势力，朝自由繁荣前进。这1年内，阿富汗战火平息了不少，许多人民说他们觉得街头更安全了，但同时女性的权利不断被剥夺，还有成千上万人连饭都吃不饱。所以塔利班上台的这1年来，阿富汗到底变得怎么样了？人民的生活过得是更好或更坏呢？在开始讨论之前，按照惯例先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想学点 AI 科技跟元宇宙的技术吗 ？NVIDIA 的 GTC 人工智慧与元宇宙大会即将在9月19到9月22全球线上同步展开。其中的重头戏之一呢，是执行长黄仁勋在9月20号的晚上11点，为大家带来令人惊艳的最新技术主题演说。此外，大会呢也再度邀请到3位图灵奖的得主，以及全球各界领袖与专家，带来超过200场的人工智慧精彩讲座。而这些讲座呢，都有 NVIDIA 提供的 PDF 讲义，让你更好吸收。另外，今年 GTC首度推出了9场 Watch Party 中文导读讲座，由 NVIDIA 台湾技术专家以中文讲解及时互动解答。其中特别推荐这2场关于智慧医疗和新一代 AI 平台的精选讲座给大家。那喜欢实际动手学 AI 的朋友，可以报名 NVIDIA 深度学习实作坊。今年的中文课程会由专业讲师带你学习如何使用 AI 预测设备状态，辨识异常状况与原因，预估零件的寿命。完成后还能够把证书带回家哦。有兴趣的话呢，就点击下方的链接免费报名 GTC 线上大会吧，现在还有抽奖活动可以参加哟。塔利班是一个在常年战争中诞生的组织。从1979年苏联入侵开始，阿富汗境内的圣战几乎就没有停过。尽管后来美国资助的组织推翻了亲苏政权，但阿富汗又马上陷入内战，直到1994年塔利班横空出世。他们以终结战争、严行伊斯兰教法的理念吸引了许多的学生，而成立短短2年之后就上台执政，结果却大型恐怖统治，失去了大票的民心。又在911事件之后包庇盖达组织，而在2001年被美军出兵推翻。历经了20年跟美军打游击战的日子之后，去年中美国决定完全撤军之后，塔利班立刻打垮原本的阿富汗政府，再度执政。当时塔利班说，他们跟过去不同了，承诺会重振经济、保障安全，也会尊重女性的权利。那普遍认为这1年来呢，阿富汗某些部分真的变好了，政府的贪腐有改善，塔利班也没有像过去那样子大肆处决跟酷刑。更大的差异是，不再有大规模武装冲突，平民死伤的人数锐减，民众出门更安心，儿童上学的比例也增加了。而就算这些好事获得了阿富汗人民到西方智库的普遍认同，但他们大多也都认为这1年发生的坏事也还是非常的多。报道指出，过去20年，阿富汗在人权上面好不容易取得的进步，又在这1年内呢大开倒车，尤其是女性的权利。在前政权底下，阿富汗女性工作的比例从1998年的15% 上升到了2019年的22%，而2020年阿富汗国会里面的女性比例甚至比美国高。但现在不仅政府职位许多行业的女性都被迫离职、禁止工作，女性工作的比例又掉回了15%。同样的，前20年里，阿富汗从几乎没有女性上学，到后来有40%的学生是女性，但塔利班上台之后就百般的打压女性的受教权。虽然在各方的这个压力之下呢，一度承诺让女性复学，但又马上反悔，宣布暂时禁止女性接受国中以上的教育。而且塔利班还规定呢，女性在公共场合要穿全身的罩袍加面罩，移动超过72公里、出门工作等等的工作大小事呢，都要男性监护人同意或陪同。而且他们如果违规，监护人也会受罚。那除了女性权利之外，这1年也爆发了各种人权争议，比如有大约500名的亲美人士跟前政府官员遇害或失踪，而阿富汗的新闻工作者也因为被捕或流亡而减少了60%。不过，对于多数的阿富汗人民来说，更烫手的现实是生存问题。
在常年战乱跟前政府贪污之下，阿富汗的经济本来就不是很好，而近1年来经济又萎缩3到4成，普遍认为国际社会的制裁跟孤立是一大原因。以往阿富汗政府有高达75% 的预算是来自于外国的援助，但本来就被各界制裁的塔利班高官上台之后，这些国外金援几乎一系停摆，而后来的人权争议也让各界更不肯解除制裁提供援助，而不被认可的塔利班政府也被踢出了国际金融体系，让阿富汗的国际贸易大幅停摆。同时，美国还冻结了阿富汗央行70亿美元的外汇，使得阿富汗的银行系统难以运作，现金更是严重短缺。雪上加霜的是天灾还接连的出现，像是去年爆发了30年来最严重的旱灾，让农产锐减；今年6月的大地震又夺去了上千的人命，8月又有大洪水摧毁了数百栋的房屋。但有当地学者跟前政府的官员认为呢，在这些危机面前，无力应对的塔利班政府也是罪魁祸首。他们批评当了20年武装叛乱组织的塔利班缺乏了执政能力，又不肯广纳人才，坚持要让士兵跟神学士来治国。那在这种种因素之下呢，阿富汗的失业率飙升，平均薪资减少，中小企业倒闭全国有1半的人口都处在贫穷线以下，让当地爆发了严重的人道危机。现在阿富汗超过80%的医疗机构无法正常运作，许多公立医院预算几乎归零，医护薪水告急，病人也几乎无药可用。同时，饥饿的危机也越演越烈。在乌俄战争的加成下，民生物资的价格上涨超过了5成，所以就算是粮食充足，很多人也没有钱买。全国有9成的人没有足够的食物，半数的人口面临严重的饥饿，因而饿死的几率呢，更是达到了20年的高峰。那在绝望之下，很多人逼不得已只好卖掉自己的骨肉。最常见的情况呢是卖掉一颗肾，换取2000美元上下的报酬，在部分地区很普遍甚至呢有个贫民窟因此被称作是一肾村。还有卖肾的村民说，如果不卖肾，他就必须要卖掉自己的1岁女儿。报道指出，阿富汗一直有靠同婚来赚聘金的状况，只是近1年内状况又再度的恶化。但在这些危机爆发时呢，许多非营利组织跟救援计划却因为国际制裁而遇到了金流的问题，无法正常发挥功效。在阿富汗爆发危机之后，国际社会陷入了两难的争论：坚持制裁当地人民会受难，解除制裁又可能变相资助塔利班，也会少了谈判人权议题的筹码。不过，很多阿富汗人民呼吁情况紧急，不能够再等塔利班达到西方标准，应该要先暂停制裁，救人要紧。人权观察组织呢，更是表示除非各国放宽经济限制，否则阿富汗的危机无法有效解决。在争论当中，各界的矛头也指向了握有阿富汗70亿外汇的美国。美国本来说他们为了确保钱不被滥用，一直在跟塔利班谈判，但在8月初又宣布他们在阿富汗境内击毙了盖达组织的首领，并质疑塔利班持续在庇护恐怖组织，所以暂停谈判也拒绝解冻。不过，美国依然是阿富汗的最大援助者这1年来资助了7亿美金，而其他国家最近呢也基于人道主义放宽部分制裁，提供援助。同时，一些联合国机构跟非营利组织也设法绕过政府，直接提供人民援助金、物资还有医疗服务。而至于塔利班政府，则大力的开挖矿产，再卖给中国、巴基斯坦等关系比较好的邻国，也在积极的征求加入“一带一路”，试图重振经济。但有专家警告，下一波危机可能不远了，在几个月就是阿富汗的寒冬，到时候呢，像是粮食保暖物资、医疗跟住房的需求，恐怕都会大幅的上升。另外，战争的火苗也没有完全停息各地一直都有零星的恐攻跟小型的叛乱势力，包含在东北部活动的伊斯兰国分支 ISK， 他们宣言呢要对美国和塔利班开战，人数粗估在2000上下，而其中许多成员其实原本是塔利班的战士。阿富汗的族裔相当多元，而塔利班内部长期都有族群冲突的情况。而在这1年内呢，塔利班内部又因为执政方向而出现分歧。在许多的政策上，塔利班虽然有所坚持，但为了取得国际的认可，又必须要跟西方对话，也可能要做出让步，所以就形成了有点矛盾的状态。比如呢，一边努力的恢复和平，摆脱恐怖组织印象，一边又疑似包庇盖达组织的首领。而更明显的例子呢，是在女性的教育政策上面出尔反尔。报道指出，禁止女性上学是塔利班最高领导人的意思，但包含教育部官员在内，很多人都在设法让女性复学。现任副外交部长还公开表示，剥夺女性的基本权利是极端政府的做法，更顺带批评了其他的政策，说高层要在经济和外交上面多加把劲。不过，还有些人的立场完全相反他们不满意高层背离初衷，跟西方坐下来谈判，立场也不坚定，所以陆续被 ISK 等等的极端组织吸收，继续酝酿着下一场叛乱。
在进入观点以前，我们要先谢谢大家把影片看到这里哦。那在这里，我们也要特别的感谢志祺七七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的帮忙，我们才能够持续的制作像今天这种国际议题的影片，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也欢迎点击这个地方，或是从资讯栏的这个链接加入我们的会员。那话说回来我们觉得阿富汗的困境症结点就在于现在的塔利班，无论是外界对他们的认知，或者组织内部的意识，都还在圣战组织跟政府之间摆荡。那我们是觉得摆荡或许意味着改变正在发生，而塔利班内部呢有不同声音浮上台面，也未必是坏事，因为这可能代表塔利班的改革派正在抬头。不过后续改革要怎么推是一道超级难题。万一选择慢慢来，潜移默化，人权问题、广泛制裁跟人道危机，恐怕短时间内都不会改善。但人民能够再继续的等下去吗？这样又会牺牲多少人的未来呢？但是太急躁的话，很可能马上被最高层给压下去，或是让塔利班严重的分裂，助长更极端的势力，甚至让阿富汗再度的陷入战乱。那当然还有别的可能比如塔利班会依然故我，顶多装装样子，而人民也只能继续期待外界的帮忙。我们觉得好像哪一条路都无法避免对阿富汗人民造成伤害，只是哪一条路的伤害最小，而塔利班未来又会选择哪一条，都还有待观望。好的，那最后呢，想来问大家，你觉得谁最该为阿富汗这一年的危机负责呢？塔利班上台后呢，只忙着侵害人权，心思根本不在政务上，逼美国甚至出兵呢，又草率撤军，还冻结别国的资产绝对责无旁贷。所以国际社会以人权之名制裁受害的却是百姓，这种伪善呢最要命了。其他请留言告诉我们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塔利班执政1周年。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塔利班的崛起以及阿富汗战争。那么今天的志祺七七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